3月1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部宣称，法国正准备将一支2000人的部队送到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同时，他还警告法国，如果这支部队进入乌克兰，法国将成为俄军的率先打击目标。与此同时，俄军内部动荡愈加诡异。法国军队到底会不会进入乌克兰？如果进入，未来的俄乌战争将迎来何种走向？今天大兵来和各位一起聊聊。其实呢，在此之前，法国就已经向乌克兰派兵了，而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场商议对乌援助的会议上放出了一个劲爆消息，那就是对向乌派遣部队保持开放性态度，不排除法军直接进入乌克兰同俄罗斯作战。这也让法国成为北约第一个明确表示要下场俄乌战争的国家。对此，马克龙的解释是，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向了欧洲，包括巴黎在内，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遭到了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对此，他认为这是俄罗斯敌意的表现，所以他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以防御未来俄罗斯对他们的进攻。在该言论发出后，俄罗斯立刻使用了最常见的核威慑，让图22带着几架战斗机去波罗的海转了一圈。作为北约成员国，法国的军事行动基本也能代表北约的态度了，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启。然而，在马克龙发表过该言论后，德国总统舒尔茨率先发表反对言论，他表示马克龙不能代表北约，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美国，也发表了类似言论。到了最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要摘清关系，表示北约暂时不会考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法国的表态不一定会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当然有反对的也就会有支持的。波罗的海3国荷兰、波兰和匈牙利就表达了对马克龙的支持。虽然没有获得英美德这3个大国的支持，但在出兵乌克兰这件事上，马克龙显得非常坚决。在3月5号，马克龙访问捷克时，再次表示，欧洲不应该对俄罗斯保持软弱的态度，欧盟应该团结起来，不留余力地支持乌克兰。就当法国出兵有些扑朔迷离的时，到了3月19号，普京刚刚赢得了大选，法国又献上了一份大礼。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称，法国已经做出出兵乌克兰的军事计划，正准备派遣一支由2000名士兵组成的军事特遣队进驻乌克兰境内。同时，他还表示，这2000人不会顺利抵达乌克兰，他们将率先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在他们返回巴黎时，将会变成一具具棺材。但很快，法国国防部就否认了这一消息，并且否认有任何法国正规军在乌克兰出现，并且称这一消息是俄罗斯信息战的一部分。对此，普京也简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算这2000人抵达乌克兰，也不会对战局有什么影响，他们只会和雇佣军落到同一个下场。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有一些外国籍雇佣兵加入乌克兰军队，其中就包括一些法国雇佣兵。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目前被确认的已经有10几个法国公民在俄乌战场上死亡了，但是他们最多呢，也只能算是以个人的身份进入乌克兰作战，和这次俄罗斯指控的法国正规军进入乌克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根据北约的条例，一旦确认其任一成员受到攻击，则被视为针对全体成员之攻击，其他成员需要做出及时反应。该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授权参战。也就是说，一旦法国军队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攻击，所有北约国家将全部陷入战争状态，自动和俄罗斯开战。这就是为什么北约内部对出兵乌克兰一事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2种态度。至于现在呢，法国到底有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或者视频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大兵认为，有一部分法军已经用非官方的身份进入乌克兰作战了，这也符合俄乌双方对现在的战况描述。我们都知道，法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想当欧洲老大，如今英国脱欧，德国自行去军事化，而所有东欧国家都正在面临俄罗斯的威胁。在这个事儿后呢，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有利于加强法国的正面形象。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兵这里不做讨论，我们不如将英法德的军事实力做一个对比，
看看如今的法兰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从现役人数上来看，法军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现役人数达到了近20万人，还有5万的预备役。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拥有18万的现役人数，其中还有2万女兵，预备役为3.6万人。人数最少的是英国，只有13万的现役部队。一旦北约和俄罗斯发生冲突，地面将成为主要战场，所以陆军的实力至关重要。在主战坦克方面，三国大差不差，主战坦克数量都在200出头，但法国凭借微量的优势，以220辆勒克莱尔坦克获得头筹。这里和不了解的兄弟们介绍一下，勒克莱尔坦克是法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与挑战者和豹2不同的是，勒克莱尔在设计时更注重主动防御而非被动防御，通过控制体重来加强机动性，并躲避敌方火力，以54吨的体重成为世界上最轻的主战坦克。关于它的性能，有人做过测试。当年希腊为了购买主战坦克，将勒克莱尔、豹2、挑战者和艾布拉姆斯放在了一起做对比，结果发现勒克莱尔的射击固定目标时取得了最佳成绩，但是在射击移动中的目标时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20发中呢，只命中了13发。作为对比，豹2的成绩为17发。同时，勒克莱尔还有媲美豹2的机动力以及更远的航程。当然，最后希腊还是买了豹2，因为它更便宜。可想而知，如果法军和俄军直接发生冲突，勒克莱尔的表现不会弱于豹2。除了坦克，法国还有96辆自行火炮，而英国为71，德国为75。在直升机方面，法国呢也占有数量优势。说完陆军，我们再来聊聊空军。德国的主战机是最多的，有221架，其中呢包括143架台风战机和68架龙卷风战机。其次是法国，有100架阵风多用途战机和91架幻影2000战机，而英国是三者中唯一一个有5代机的国家。英国皇家空军目前拥有137架台风战机以及32架 F-35。从飞机性能上来说 ，F-35作为5代机，无疑是综合性能最强的。但台风和阵风也不差呀，两者各有侧重点。台风制空能力更强，而阵风因为更大的起飞重量，在多用途方面或许更有优势。而当前的空战环境多发生在超视距作战，因此空中预警机的数量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和俄罗斯一样，一周被打下来7架战机了。这方面法国是劣势了。由于坚持武器自研，法国只有2架经过改装的比奇暗影空中预警机作为预警机，而德国是最多的，拥有14架 E3哨兵空中预警机，英国其次，有6架比奇暗影。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海军。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拥有2艘航空母舰，分别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不过最近有消息传出威尔士亲王号可能会被出售了。这2艘航空母舰都为伊丽莎白女王级，吨位在65000吨左右，最多能够携带40架舰载机。除此之外，英国还有6艘8500吨的大胆级导弹驱逐舰，11艘导弹护卫舰，4艘先锋级战略核潜艇。而法国海军只有1艘42000吨的航母戴高乐号，和伊丽莎白女王级不同，这是一艘核动力航母，最多也能搭载40架北约标准战机。与此同时，法国还有2艘地平线级、2艘阿基坦级导弹驱逐舰，但是吨位较低，分别为7000吨和6000吨。同样，法国也有4艘核动力战略潜艇，和英国的数目保持一致。最后呢是德国，由于历史性原因，德国海军被限制了，不得拥有巡洋舰、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等具有侵略性的装备，因此德国海军以护卫舰为主。和打着护卫舰建造航母的日本不同，德国的护卫舰它就是护卫舰，吨位最大的巴登级护卫舰也只有7200吨，所有现役护卫舰加在一起总共才11艘。由此我们能看出，在北约的3个大国中，法国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除开俄罗斯，说法国是欧洲第1强国也不太为过，毕竟人家海陆空3军实力在这摆着呢，还有核武器。而面对法国的威胁，虽然普京嘴上没有说太多，但俄军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变化。3月19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各派系领导人，并阐述了其第5个总统任期的优先事项。
普京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敦促俄罗斯国家杜马派系领导人为国家利益而不是公司或者政党的利益行事，并强调了根据技能和能力任命人员的重要性。在2月29号的联邦委员会讲话中，普京同样批评了俄罗斯的精英，声称在1990年代掏腰包的人不是精英，而是真正的精英，是证明自己对俄罗斯忠诚的工人和军人。可以看出，俄罗斯确实是面临着巨大压力，普京可能试图创造条件，将俄罗斯的长期财政状况稳定在更高的支出上，并暗示俄罗斯的长期金融稳定需要寡头们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目前，俄罗斯并没有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高于所有的G7国家。所以，普京当前做出的这一决定，主要还是为了提前准备，加强俄罗斯经济的适应性和北约爆发的全面冲突。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也认为，普京正在将俄罗斯转变为战争经济，目的是最早能够在2026年攻击北约。丹麦国防部长博尔森在2月9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同样认为俄罗斯将在3到5年内主动对北约下手。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军队改革。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在3月20号在俄罗斯国防部董事会发表讲话，讨论了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目前，俄罗斯已经组建了第聂伯河舰队，一个旅作为舰队的一部分。第聂伯河舰队呢，是俄土战争、俄罗斯内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特殊部队。但是呢，这是俄罗斯军方官员首次确认第聂伯河舰队的成立，与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有关。第聂伯河舰队很可能与第聂伯集团军一起部署在赫尔松州，抵御乌克兰的跨河袭击，但目前该部队的情况尚不清楚。除了第聂伯河舰队，绍伊古还强调了俄罗斯正在准备和北约爆发常规战争。俄罗斯已经组建了一个军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并在2024年底前组建2个联合军、14个师和16个旅。虽然雄心勃勃，但是俄罗斯目前缺乏军事基础设施和训练能力，无法在中短期内完成这数十万军队的合理安置，所以短期内俄军军力并不会产生爆炸性增长，但长此以往那就不好说了。有的兄弟可能感觉这个数据有些夸张啊，俄罗斯经历了2年的俄乌战争，怎么可能还有如此的实力？事实上，俄罗斯还有相当多的苏联时期库存。根据 IISS 智库的报告，在2021年，光是 T72 坦克，俄罗斯就有上万辆，其中呢有2000辆现役，7000辆库存，更为先进的 T80 和 T90 数量也不少。所以，对于北约来说，趁俄罗斯尚未完成准备，下场乌克兰未必是一件坏事。等俄军准备完毕，上百万的军队、近万辆坦克和北约直接发生冲突，势必是要经历一场苦战的。所以，法国下场乌克兰这事儿是非曲直，难以论说。对此，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